Hello，各位好，我是 Polly。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资料视觉化不等于视觉化分析，以及如何进行视觉化分析。上一门课其实我们在说明的内容是资料视觉化的一个过程。那蛮多人其实是没有办法分清楚什么叫做资料视觉化，什么是视觉化分析。我简单的来说一下，资料视觉化呢，它其实是一个结果的呈现，也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图，它有可能是一个直条图，而且是有颜色的直条图。除了有颜色、有高度的差异，它又有宽窄的这个差异，所以它是一个结果。我今天不管用什么样子的工具，甚至是我用程式的方式去刻出来，它就是一个结果。但是如果进到视觉化分析，它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呈现呢？我们进到一个 demo 画面来跟大家说明。那首先我最常喜欢跟客户或者是说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方式，就是当我们在做营业额分析的时候，我们会用很多的维度来看，我到底经营的绩效好不好？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以 category 来看我们的经营绩效，那由大到小来做排序。那我从由大到小排序的时候，我可以看到我在technology 的这个部分，它表现的会比其他两个项目还要来得好。但我们在分析上面从来没有这么简单，也就是说，我们除了一个大的分类之外，我们还要想要看一个小的分类，然后一样是在做一个从大到小的方式去做区分。那可以看到的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小分类放上去之后，再做一个排序，我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每一个项目它表现的状况。好，那这边的话，我们也可以，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的主管他会有想要看大分类，或有时候会想要看小分类的这个需求。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小分类直接拖拉到这个大分类上面，去建立一个阶层关系。这个东西有没有很熟悉？它其实就很像是我今天想要看 BU 的资料，还是看 LOB 的资料，在系统上面，他们一定是一个各自独立的栏位。那我怎么样让他们产生阶层的关系呢？我们再做一次，也就是我刚刚做的这个动作，就是把某一个栏位把它直接拖拉到他想要建立阶层栏位上面去做覆盖住。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今天在 demo 给我们的主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去展现今天是假设我今天对到的是总经理，我看到的是大方向，我对到的是部长，我可能就对到一个比较小的分类去看细部的分析。但是光是这样还不到进入到视觉化分析。我看了我们的 sales， 它从大到小排序每一个人营业额的状况之外，我还想要看到他们的毛利各自呈现的状况。所以呢，我把毛利放到色彩之后，可以发现一件事情：桌子的毛利它是负毛利。Bookcase 的毛利它也是负毛利，这是很快速我去可以得到这个答案的。但是呢，如果今天老板在问你，好哦，那是不是这些负毛利的产品这些项目我们就都不要再销售了？这时候你要怎么回答你的老板呢？想一下。好，是直接就是好吧，我们就放弃这个产品，还是说如果你可以再提出更进一步的分析给老板，那老板他在做这个决策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更精准，不会错杀掉呢？所以接着的话，我们就要再进行另外一步的分析。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可以看一下这个，我可以用例如说摆区域别的方式，我把它放进来。我把区域把它放进来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桌子，在桌子的每一个区域的表现，不管是中区、东区、南区，它都是负毛利，但是它在西区的销售状况是好的。所以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如果你没有进行再往下更深一层的分析，老板问你说，那桌子这个感觉卖越多我亏越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要整个收掉了？如果到这个时候你跟他说是，那是不是就 maybe 在西区的这些这些毛利我们就赚不到的呢？ OK， 好，所以呢，请大家记得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多想一步。如果你今天把 region 放进来，他们全部都是负毛利，那你就可以大胆的跟老板说，好，我们全部都收掉，这个是个赔钱货哦，不管是卖越多赔越多哦，这件事情都是的。好，以上呢，这个就是提供一个让大家去知道说，
视觉化的分析跟资料视觉化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再 recap 就是再说明一下，视觉化分析它是一个过程，就像是我们刚刚这样子抽丝剥茧得到的一个结果。但是如果是资料视觉化，我只是在看一个结果，所以我今天不管我用 Excel， 我用 Power BI， 我用 Tableau 都可以做到这个结果。那为什么我们要学习用这样子的工具？其实像刚刚我们在 demo， 我如何快速的用这几个维度去找到、去分析到，我可以去跟主管做决策，这个其实都是3-5分钟。那比较难的地方是在于你有没有这个 domain know-how， 我怎么知道要拿哪些栏位去做分析、去做交叉比对呢？好，以上呢这个分享就是要告诉大家，资料视觉化不代表视觉化分析，以及我们如何进行视觉化分析。谢谢大家。